全世界最稀有的10种花，第1名全球仅有2株，竟然原产于中国。有些花会因独特的生长环境和苛刻的生存条件而变得非常稀有，从全世界最贵的玫瑰花到难得一见的神秘兰花，有的花散发着浓郁的巧克力香味，有的花消失上百年却重新现身，有的花如同蓝绿色的翡翠，而有的花竟如同猴子的脸。200年前2株来自中国的花竟成了全世界最稀有的花，这些难得一见的神奇花朵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本期视频奇趣最套将带您认识全世界最稀有的10种花卉，请先点击订阅。现在我们开始吧。第10名，帝王花。有一种花宛如王者加冕，气势非凡，这种花就是被誉为花中之王的帝王花。帝王花是南非的国花，也是全球最稀有的花卉之一。这种花以独特的外观和极高的观赏价值闻名，它属于山龙眼科普洛蒂亚属的一种多年生灌木，原产于南非开普敦地区。它的花朵直径可达30厘米，花色丰富多样，从纯白到深红，甚至有一些还带有金属光泽的绿色。帝王花的花朵实际上是一个头状花序，花序内部由成百上千个小花组成，外围则是大而色彩丰富的苞叶。整个花朵盛开时就像是一顶镶着尖刺的王冠，因此被称为帝王花。帝王花的生长条件极为苛刻，因此这种花的数量稀少，被认为是全球最难栽培和最难寻觅的花之一。由于这种花对特定的生态系统有着高度依赖性，因此它的分布范围极为狭窄。随着城市的扩张和气候变迁，帝王花的栖息地正在迅速萎缩。而且让人惊讶的是，这种花的种子需要经过火烧后才能发芽。在数万年岁月里，它生长的区域经常发生野火，因此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它的种子变得非常结实，只有经过火焰炙烤导致外壳破裂之后才能顺利发芽。人工栽培帝王花的难度也非常高，这种花的种子从播种到开花通常需要3到5年时间，它对温度、湿度以及土壤酸碱度等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因此帝王花成为一种非常珍贵的稀有花卉，深受花卉爱好者追捧。第9名，翡翠葛。翡翠葛又名碧玉藤或绿玉藤，是豆科翡翠葛属的一种珍稀藤本植物。它原产于菲律宾热带雨林中里的一些溪流附近。翡翠葛的花朵为蓝绿色，形状如同鸟喙，开花时成百上千朵小花成簇地聚集在一起，组成一条90到150厘米下垂的总状花序，绽放时仿佛蓝绿色的瀑布在丛林中流淌。这种蓝绿色的花朵在植物界非常罕见，它的花瓣在月光下透着冷光，吸引一种当地特有的蝙蝠来为它传播花粉，而且翡翠葛对它的原生环境依赖也非常强，它只有在菲律宾潮湿、阴凉且温差极小的热带雨林深处才能自然繁衍，因此离开原生地就很难存活，即使在温室中勉强成活，往往也无法开花或者花色暗淡无光。然而由于它的原生地不断被砍伐开垦，目前这种花的野生种群数量已经非常稀少，在自然界它的稀有性堪称植物界的大熊猫。2016年菲律宾政府将翡翠葛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目前全球仅有极少数的植物园和科研机构能够对它进行人工繁育，但是能够真正开花的却屈指可数。由于这种花的野外灭绝风险极高，国际植物联盟已启动基因冷冻计划来保存这种植物。第8名，巧克力宇宙花。巧克力宇宙花也叫黑血波斯菊，是世界上最稀有的花卉之一。它原产于墨西哥的一些特定地区，是菊科蚯鹰属种的一种多年生块茎类草本植物。它的株高可达40至60厘米，有着土豆类似的块根。巧克力宇宙花的花朵为暗红色，直径约3至5厘米，花期仅72小时。它一般有6到10片花瓣，这些花瓣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天鹅绒般的质感。让人惊讶的是，它的花朵盛开时会散发出浓郁的巧克力香味，就像一块融化的黑巧克力凝结在枝头。巧克力宇宙花几乎无法通过种子繁殖后代，它的繁殖方式与土豆类似，主要通过分割根茎来进行无性繁殖。这种花的野外种群早在1902年左右时便被认为已经灭绝。不过1990年时，植物学家在新西兰发现了一棵野生巧克力宇宙花，
从此这种植物才重现于世，通过模拟野生环境进行人工培育。目前，全球野生巧克力宇宙花的植株不足2000株，它们主要分布在新西兰植物园的仿生培育基地。这也意味着全世界每一株巧克力宇宙花都是同一个植株的后代。巧克力宇宙花的繁殖极其困难，它的幼苗需要5年才能开花，人工培育周期往往长达10年。墨西哥政府已于2018年将它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也将这种花的灭绝风险列为了极高危级别。由于极其稀有，这种花也是全球植物园和收藏家争相珍藏的稀有花卉。第7名，猴面小龙兰。猴面小龙兰也被称为猴脸兰，它是兰科小龙兰属的一种珍稀附生兰花。这种兰花原产于厄瓜多尔东南部和秘鲁的云雾林中，由于对环境极为挑剔，它的野生种群仅存在于少数未被破坏的原始森林中。它生长的地区终年云雾缭绕，湿度非常高。猴面小龙兰开花时，3片花瓣往外伸展，中心的唇瓣与柱头微微弯曲，共同拼出了一张生动的猴脸。见过这种花的人无不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创造力。虽然猴面小龙兰的每朵花寿命只有1到3周，但是它的花朵可以轮番开放，因此整株植物的花期可以持续几个月之久。神奇的是，猴面小龙兰的花朵没有花蜜，它会散发出一种如同橘子成熟后的香味，来引诱一些特定的蝇类为自己传粉。不过它的传粉成功率非常低，而且随着全球变暖，适合猴面小龙兰栖息的云雾林也在逐年减少。目前即使在原产地，这种花也非常罕见。秘鲁政府早在2019年就已经设立了猴面兰保护区，2023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也已经将这种植物列为极危物种。不过在欧美的黑市上，据说单株猴面小龙兰的价格高达5000美元，在利益的驱使下，非法盗采常常屡禁不止。第6名，朱丽叶玫瑰。你能相信吗？有一种花竟然价值2700多万元人民币。这种叫做朱丽叶玫瑰的花堪称花朵中的劳斯莱斯。朱丽叶玫瑰是一种人工培育的玫瑰品种，由英国著名花卉育种师大卫·奥斯汀从1980年代初开始培育，他花费了15年时间，投入了超过300万英镑。2006年，这种花在切尔西花展上首次亮相，便惊艳全场。媒体甚至将它称为玫瑰界的阿波罗。朱丽叶玫瑰的花型极为特殊，它的花瓣层层叠叠，中心紧凑，边缘舒展，既有古典玫瑰的优雅轮廓，又有着现代园艺花朵的立体饱满。它的颜色是一种罕见的蜜桃橘色，带着微妙的粉色调，仿佛一缕晨光映在绸缎之上，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温柔美感。由于高昂的培育成本和复杂的培育过程，使得朱丽叶玫瑰的产量非常有限，而且这种花的育种权由奥斯汀家族严格掌控，全球范围内仅有少数高端花卉销售商有销售权。尽管这种花已经商品化，但它至今依然是全球最稀有的玫瑰，只有欧洲皇室婚礼或高端艺术拍卖等顶级场合才会大量使用。这也让朱丽叶玫瑰不仅仅是一朵花，也是一种极致园艺美学的象征。第5名，黑蝙蝠花。黑蝙蝠花又名老虎须和剑根属，是属于科剑根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的花朵很像倒挂的蝙蝠，因此得名黑蝙蝠花。这种植物原产于东南亚以及中国南方的部分地区，如今随着过度采摘和栖息地的破坏，黑蝙蝠花已经成为了全球最稀有的观赏花卉之一。它的花茎约90厘米，顶端绽放着紫黑色的花朵，2轮交互对生的苞片如蝙蝠翅膀般展开，下垂的须状小苞片能长达30厘米，宛如老虎的胡须。整个花朵看起来诡谲中透着优雅。黑蝙蝠花不仅花瓣为深邃的黑色，甚至连花蕊也呈现紫黑色。这种独特的全黑花朵使它在植物界独树一帜。如今，这种花的野生种群已经极其稀少，尽管通过人工栽培技术能够种植，但是它的生长速度非常缓慢，从播种到开花通常需要3到5年时间，而且它对环境的变化也极其敏感，大规模种植的难度很高。在东南亚一些地区，黑蝙蝠花还被认为是一种能带来厄运的幽灵植物。在高端园艺市场中，一株成熟的黑蝙蝠花售价可达数百美元。
不过黑蝙蝠花属于国家3级保护植物，如果在野外看到它，千万不要采摘。第4名，大王花。大王花也被称为腐蚀花或食人花，虽然这种花并不会真的吃人，但它绝对称得上是全球最稀有的花朵之一。大王花主要生长在印尼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的热带雨林中，它属于大花草科大王花属，是一种肉质寄生草本植物。大王花像吸血鬼一样依靠吸取寄主的养分生长，它没有根，没有茎，也没有叶子，而且它也没有叶绿素，因此这种花也不需要进行光合作用。除了极其稀有，大王花还是全世界最大的单朵花。据统计，大王花有40多个品种，其中最大的阿诺德大王花可以长到直径1米以上，重量高达10公斤，要孕育一朵大王花几乎就和女子怀胎10月一样。大王花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开花，它的花朵完全绽放时是鲜艳的红色，有5片巨大的花瓣，花瓣上有斑驳的油状白斑，花朵中心是一个圆形的大凹槽，凹槽里面是尖尖的花蕊。大王花的花期只有4-5天，4到5天后它就会腐败成一滩粘液。大王花开放时会散发出腐烂的尸臭味，加上它花朵巨大形状怪异，于是便得到了食人花这样的恐怖称呼。其实大王花是一种非常珍贵的植物，虽然它有40多个品种，但大多数都面临着灭绝的风险。而且由于大王花的生长环境极为独特，目前并没有人工种植大王花的成功记录。第3名，鹰喙花。鹰喙花又名药花豆，是蝶形花科药花豆属中的一种常绿亚灌木，它原产于新西兰北岛的沿海森林与岩石缝隙中。因为它的花朵很像鹦鹉的喙部，因此被叫做鹰喙花。这种植物曾广泛分布于新西兰本土，因为人类的开垦及放牧导致它的栖息地逐渐丧失，而且原本为它授粉的本地鸟类数量也在逐年锐减，这导致这种花的自然繁殖如今已经接近停滞，在野外几乎找不到它的踪迹，只有在特定植物保护区或植物园中才能一窥它的真容。鹰喙花通常在夏季开花，是一种极具观赏性的植物，它的植株可高达 1.8 米，它的花序短而下垂，每簇能绽放出6至15朵鲜红色的蝶形花朵，花朵的脐瓣长达5厘米，前端反卷上翘如同鹦鹉的喙，龙骨瓣则像是独木舟。鹰喙花的种子萌发率极低，人工栽培的难度非常高。由于这种花的稀有性和高观赏价值，使得它成了许多花卉爱好者梦寐以求的珍品。鹰喙花在黑市上的售价一度高达8000美元，如今它已成为新西兰生态保护的象征，而且它的种子还被纳入了千年种子库计划。第2名，鬼兰。鬼兰是一种非常稀有的兰花品种，也叫幽灵兰花，是兰科抱树兰属的一种小型无叶附生植物。它主要分布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的沼泽地区以及古巴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热带森林中。鬼兰完全没有叶子，而是利用根系进行光合作用。它终生不与土壤接触，仅依靠扁平的气生根依附在树干上生存。在没有开花时，它与树干融为一体，很难被发现。每年6月至8月，当沼泽里的温度突破30摄氏度时，鬼兰会突然绽放出令人惊叹的美丽花朵，3片丝带状侧瓣缓慢舒展，最终形成13至15厘米的蝶形花冠。远看这些花朵如同跳跃的青蛙，又像漂浮在空中的幽灵，给人一种惊悚之美。鬼兰的花朵能释放出混合着香皂与腐木的独特气味，这种气味会吸引夜间活动的巨女神蛾。这种一展15厘米的昆虫能精准降落在花朵的蜜腺管末端，然后啜饮藏在花朵倒钩中的花蜜。单株鬼兰的寿命可达50年以上，不过它要经历20年才能首次开花，每朵花仅能维持7到10天的绽放。鬼兰依赖特定的真菌分解树皮中的养分来生存，它的生长效率只有普通兰花的1/20。它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一旦移出原始栖息地，鬼兰几乎无法存活。这也使得鬼兰成为全世界最难人工栽培的兰花之一。如今，全球的野生鬼兰数量仅有大约2000株。第1名，中雾红山茶花。中雾红山茶花是全球最稀有的花卉之一，也被称为全世界最孤独的花。这种花原产于中国，是山茶花的一个变种。
它被认为是山茶花中的珍品，具有很高的观赏性。与普通茶花相比，它的花型更加规整，色泽也更为艳丽。它的花朵是浓郁的玫瑰红色，花朵非常饱满，花瓣层层叠叠，形态艳丽而优雅，像是从时间里遗落的红色珍宝。端庄中带着一丝无法靠近的傲慢。资料显示，1804年，英国植物学家约翰·米德米斯特从中国带走了2株中雾红山茶花。回到英国后，他将其中1株送到了位于伦敦的秋园，而另1株则流入了英国贵族的私人温室。令人唏嘘的是，秋园内的红山茶花后来竟神秘地消失了。1833年，一株中雾红山茶花出现在了新西兰怀唐伊的条约屋。据推测，这株花可能是被当时的英国殖民者藏在船舱里带到了新西兰。如今，这2株跨越220年的美丽花朵，即使经历过2战的炮火，仍然奇迹般的存活着。由于数量稀少，中雾红山茶花几乎不参与商业流通，它对温度和土壤的要求极为苛刻，至今仍无法人工培育。即使是在植物园内，也必须生长在单独的温室内。每年只有极少数人能在英国和新西兰亲眼见到它盛开的样子。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